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16，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所有政府大楼、公共建筑降半旗，沉痛哀悼火山喷发遇难者。为表示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遇难者的尊重和哀悼，昨日起，所有政府和公共建筑降半旗。降半旗的举动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另行通知。12月10日下午，新西兰地质学与科学研究院表示，未来24小时内，该岛有50%的可能性再次喷发。据该研究所称，自毁灭性的火山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火山喷发，火山警戒级别依然保持在3级。但该研究所表示，仍有局部蒸汽和泥浆从活动区域喷射出来。专家表示，北岛火山喷发的气体有毒，只要吸入一口，心跳就会停止。新西兰毒害气体专家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喷出的化学物质潜在致命影响的描述为：吸入一口高浓度的硫化氢，就会让你的心脏立刻停止跳动。奥塔哥大学毒害气体专家副教授表示，此次火山喷发的受害者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不幸遇难，但很难说当时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水平有多高。一般400 ppm 浓度就足以使人昏迷并呼吸骤停而死亡。大量接触这种气体会对大脑造成严重损害，吸入硫化氢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有时由于刺激作用和呼吸的麻痹而导致最终死亡，这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截至目前，火山喷发已造成6人死亡，8人下落不明。沃达丰在新西兰正式推出 5G。沃达丰 NZ 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部分地区的100个地点目前开通了 5G 服务，使其成为3大手机中首家向移动用户提供 5G 新技术的公司。该公司还有20个移动的 5G 站点，将会用在今夏热门度假区或重大活动现场。目前，沃达丰所有的 5G 套餐都是免费的，不过从6月开始 ，5G 服务将会收取10纽币的额外费用。在未来2到3年内，新西兰沃达丰计划将1500个移动基站升级为 5G， 让大约94%的人能够使用更快、更强大的移动技术。Spark 计划从明年6月开始提供首个移动 5G 服务。2 Degrees 目前还没有为其 5G 升级设定具体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冰桶挑战发起人去世。当地时间12月9日，为渐冻症募款的冰桶挑战发起人皮特·弗雷茨在美国波士顿去世，享年34岁。他的家人表示，皮特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急冻及渐冻症去世。皮特发起的冰桶活动用水桶装冰水倒在头上，然后将过程上传至社交媒体，并指明其他人接受挑战，响应捐款。美国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协会报告称，这项活动募得已超过2.2亿美元的资金。智利军方确认失联军用飞机已坠毁，机上载有38人。智利海军表示，此前失联的载有38人的智利军机已经确认坠毁。10日，智利军方表示，该国一架军机在当地时间9日失联，机上载有38人。该国军方随即展开搜索行动。当地时间9日晚间，这架智利军用飞机是在飞往南极洲基地的途中与军方失去联系的。据悉，失联飞机为 C-130 大力神运输机，目前尚不清楚机上人员的下落和状况。机上的38人中有17人是机组人员，其余人为乘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早上的7:06，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到了星期三的早晨啊，这我相信是很多朋友的，差不多最后一周的工作的时间了，所以这一周呢，忙忙碌碌的，看到一大早啊，路上也挺拥堵的。我相信大家呢都是在忙碌着，看能不能把手上的工作赶紧做完，就差不多进入到假期当中了。在这边也正好跟大家来预告，我们的电视台和电视台呢也会进行休假。那么我们基本上呢是会从这个下周周四开始正式的休息，所以节目呢会一直做到下周的周三。那么具体的时间啊，等我们再到了下周临近到放假的时候再具体跟大家说。反正现在早上节目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情况，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到时候呢我们也去休假了，然后我们就明年见了。是明年见了我看到有的这个企业吧，然后它的这个假期就特别长，从12月。就是这一周已经开始放假，一直放到2月初，这个很少见，相对来说还是少见的。对，但一般情况之下呢，从下周开始放假的公司是非常多的，有的是下周啊。但是我看到的基本上不是下周，反正就是下周开始放，一直可以放到基本上大家都放1月中。所以一般圣诞节的时候呢，都是放1个月的时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要是经常看主流媒体的那个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像他们一些比较黄金的节目，类似于像电视1台或者电视3台早上的 breakfast， 就是我们这种早间的新闻的报道，基本也是2-3个小时的这一种啊。然后呢，也包括电台的等等，他们休假就更长了，一般他们都是2月份才开始正式恢复播出，然后中间的这段时间呢，都是圣诞节的一些特别的节目啊，就基本上没有新闻相关的这种，当然也有整点新闻的这种报道啊，但是就早上的这种大块的新闻类的节目、访谈类的节目，基本上就大家都放假了，大家也可以去整个一年啊总结总结、整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方式也挺好的，就是在。我觉得像西方那种大家干活的时候，虽然他们也没有特别努力，anyway了，我们就说吧，就干活的时候很努力的干活，然后放假的时候也很努力的去好好玩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挺好的方法。没错，那今天到了周三，再过2天就到这个周末了。虽然这一周刚刚过去一半吧，就算，但是这2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特别多。包括我看到很多国外的媒体这2天也是对我们新西兰的这个怀特岛的火山的突然喷发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报道。本地媒体呢也是一直对事件的这个进展进行实时的这个更新跟追踪。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现在死亡的人数已经确认上升到了6人，对，那么还是有8人下落不明。一会儿在包括我们整个今天早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更新这个事件相关的一些内容。而且现在关键问题就是说呢，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当中，其实有一部分真的挺大的一部分的人，他们的烧伤的比例甚至达到80%到90%。对，这还是很危险，烧伤很严重。而且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在这些被救出来的伤者当中，好像有20多位烧伤面积都达到13%，13个，我记得是。13个人是说差不多到80%到90%，昨天我看到的新闻当中写的是达到30%以上的，那当然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烧伤面积比较大的，大概都有20多个人。所以说这个火山喷发真的是特别突然，我看到这2天逐渐的有一些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发生的现场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内容就披露出来，有的时候就前1分钟觉得还什么事都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的这种喷发，其实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火山喷发最起码应该是，你像水烧开也得由大到小有个过程。你看因为它的点就在这儿，它不叫喷发嘛，因为 GeoNet 它的那个地质学家就一直在强调，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问，就说这个在地震海啸不是地震，和火山。另外一个重大的就什么洪水之类的，他说其实最好预测的应该是火山，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地下的运动，而且它要真的爆发，它也不是说就出来了，它肯定也是有个过程才出来的，对不对？对，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为什么这一次还让那么多人上去了，怎么不会有一点点的预测结果？所以 GeoNet 他真的不是说在推卸责任，但是他就一直在强调，这不是喷发。它只是一个
气体的释放，对，一个压力的释放。他说真的喷发，就再次说不可能有人能逃得出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完全或者是没有预料到它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这个压力忽然间释放的有点大，所以才造成了一定的死伤。感觉就像这个高压锅的泄压阀突然因为压力太大融化掉了，噗，气体一下喷出来。对。但是可能经过这一下释放之后呢，里面的压力减小了，现在又恢复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不过这个专家也说啊，说在未来的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个火山再一次突然喷发，也就是说释放压力的这种几率大概是在50%左右。那其实就是一半一半嘛，也可能会再一次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没有。但是大规模的持续喷发，目前应该是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这谁知道呢？所以我们只能来看。但是昨天啊，就说到这儿，我们这火山还没有稳定呢，但是其他的不同的事情也有在不断的发生。比如说昨天又地震了。在那个我们说新西兰这边发生了5点，虽然说没有它算是比较远的远海，而且呢，震源深度也比较深，所以不太受到什么特别的影响。但是大家现在心里也在慌的啊，就是说这会不会是火山，比如说喷发引起的？然后 GeoNet 的科学家就说了。就是再次强调说它不是喷发，所以不是它引起的，只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在地震带上，在火山口上，所以这种不确定的动作应该会经常的出现，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去联想。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昨天又地震了，而且今天早上又看到最新的消息有火灾。这个是在 Margaret Mountain 是出现了火情，火势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去了很多的消防人员，甚至出动了直升机在那边，现在在现场的救火，不用特别担心，没有特别严重，可是就是说又来了，就一起火灾发生。没错，就各种事儿啊，这今年真的是一个都不是多事之秋了，按季节来算的话，就多事之春，多事之夏，对吧？希望反正今年2019年。再有说悉尼的沙滩啊，以前是 Gold Beach， 就是我们说黄金的，就是非常海岸的那种沙滩，不是到 Gold Coast 的沙滩，是悉尼的黄金，就是那个大家也知道一种形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这边很难找着那种细的金色的那种沙子。新西兰，你想这个空气还是蛮干净的，对吧？怎么能用得上戴口罩呢？这个火灾反正。我初步估计啊，今年够呛，剩下10几20天未必能够扑灭。是时间关系啊，因为到7点15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先去看看国际上又有哪一些新闻出现。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我还以为渐渐的就会看到非常通畅的交通了，现在看起来大家真的还是需要去上班所以这个路况还是比较拥堵的下周我们再来看，因为下周我们还有节目，但下周不知道这个路况会不会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好转了。应该会缓解很多。但是你看从我们的听众观众的感觉上，的确起的比平常晚了，你不觉得吗？就大家跟我们互动的那个时间也比平常来的要稍微错后了一些，对吧？但是从路况上来看，倒是大家呢并没有因为快到假期了而晚上班，所以现在各个路段已经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开车的朋友、去上班的朋友还是要早一点点出门的。首先呢，今天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前半段又开始堵了，很久没看到前半段堵，今天就是这最近又开始了，就是在 Papakura、塔卡尼尼这一块又是红黑相间的比较拥堵的情况。现在住在那边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毕竟这个怎么说呢，房价还是便宜一点，但是它离市中心也真的很远。是我有朋友住在那儿就是平常不塞车，单程去市中心可能也得需要个接近50分钟。要那么长时间？你说你一塞车得什么样？当然了，平常很少碰得到完全不塞，所以它一般情况之下是1个小时45分钟到50分钟之间。但是早高峰它根本就不可能在真正早高峰往那儿走，那就可着。哎呀，是吧？中午到吧，打着手电上厕所呀。对呀，就是所以他们这一段我估计也是因为居住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渐渐的变得更加拥堵。那么中间呢过了塔格尼尼稍微有所缓解，可是呢接着从马努考开始又开始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一直可以拥堵到快到 Mount Wellington， 在 Eastern Market 到 Mount Wellington 中间稍微有一段是恢复了畅通，但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然后过了 Mount Wellington 之后呢，经过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现在也是断断续续的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基本上是要过了 Greenland 之后再往市中心是差不多黄色车多，还有的部分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那么接着再来看16号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今天堵得特别早，而且特别彻底，基本上是从 Royal Road 开始一路到 St. Luke's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个别有稍微那么几百米恢复黄色车多，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大家就准备好吧。整个16号高速非常统一的就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的状况，过了 St. Luke's 恢复畅通。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就是跟往常一模一样的，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 Constellation Drive， 过了全都是黑色大塞车，然后呢再一路红色交通拥堵到过了 Eastman Road， 接着是黄色车多，然后要上海港大桥之后才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无论住在东西南北的朋友，路况都不好做好准备，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现在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在我们说新闻之前呢，还是也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志鹏又感冒了。对，这次程度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怎么说嘚瑟大劲儿了。就最近可能又是温度变化比较大，你看这2天又变得早上挺冷的，是，然后中午的时候又特别的热，特别热，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不能算是倒春寒了，就是有时候这个温度气候一变化的话，我估计我就是前2天晚上可能第2天早上收垃圾嘛，所以头天晚上就把这个垃圾什么的桶往外推一推，然后在外面耽搁了这么几分钟，但是从屋里头出来，我就也没想着说多长时间，也没加件衣服，然后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反正大家注意身体吧，马上就到节日了，马上就放假了，一个别感冒，你说多难受。还有就是交通去开车的朋友也注意安全，可别在这个时候出点什么事儿。touch wood。希望大家都平安。好了，我们来说说国际方面的新闻。现在呢，在国际上也都是临近放假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跟往常比吧，就变得消停了一些。可是现在有2个国家是2件事儿，我们每天在跟大家更新，就像以前说更新电视剧一样的，现在还是在持续更新，就他俩不消停。一个就是美国的弹劾特朗普，一个就是英国的大选。当然，大选马上就到了，英国时间的明天就要真正去投票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来更新。现在我们先来看关于特朗普的弹劾，为什么今天还要跟大家说，就是真的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出来，跟大家来听一听没错，目前呢，美国众议院呢，民主党将会公布2项弹劾的条款，一项呢是滥用权力，另外一项是妨碍国会。那么这2个呢，都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弹劾的指控。根据包括美联社呀、新闻周刊等等这些媒体的综合报道，有多位消息人士都表示，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在昨天，也就是10号公布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2项弹劾的条款。一个是滥用总统权力，这个我有点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总统权力是不是具有什么一定的特殊性？那你如果来规范他去滥用的话，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这么一个规范？他是用总统的权力去威胁对方了嘛？那你如果要是不是总统，你是特朗普，你凭什么可以去威胁？比如说乌克兰的总理，对不对？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是用了这个身份去威胁他嘛，所以说是你滥用职权。没错，那么还有另外一项指控呢，就是说他妨碍国会。另外呢，据相关人士透露说，可能还会有第3项妨碍司法公正这么一个指控，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证实。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听到说是共和党的法律顾问，也就是等于说是特朗普的，就类似于像的这个顾问代表，他就直接说了，他说你这个就是无理取闹，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因为一个电话记录当中总共就8行字儿，你就弹劾一位6300万人选出来的总统，这不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这不是胡扯吗？反正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现在是虽然拿出了议案，但是在整个的你不论是就我们说共和党把持的这样的议院当中，怎么可能通得过？所以我今天早上在听采访美国的记者，他们就直接说了，说基本不可能，直接就这么说了，就说基本不可能。对，但是不可能是不可能，这个事儿该折腾还得折腾。其实我觉得可能真正做这么一件事情，弹劾总统的话，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或者说这个过程大于结果。反正就是说不好听的，我就是给你添堵，就是想让你闹心，对吧？他也肯定心里也很有数，不可能过得了。只不过就是那我也不能把这件事就这么搁置嘛，弄得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一样，对不对？没错，毕竟在美国历史上，到特朗普之前为止，也就是查了一下，好像是一共有3位总统被弹劾过，对，其中也就是这个水门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闹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时呢，这个弹劾是成功的，其他2次弹劾均以失败告终。那这一次，如果说首先投票通过决定对他发起弹劾的话，
这个特朗普将会变成美国历史上第4位被弹劾的总统。但是被弹劾并不代表着弹劾能成功，对，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啊，我们也是走着看吧。这个连续剧，但是被弹，我觉得我要是特朗普，被弹劾呗，背不住还流入史册了呢，对不对？反正也不可能成功的了。啊，是啊，这不是又刷新了一项新历史吗？因为被弹劾了以后，美国历史上我是美国历史上第4位被弹劾的总统啊，奥巴马你。是不是没有吧？好了，反正这件事情我们就来看吧，就是一场闹剧，怎么的它也要走下去，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就好了。没错。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弹劾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趣闻，算趣闻吧。因为本身弹劾这个事情，我们说的稍微严重一点啊，但是不失实，就是说。算是一场闹剧吧，就是反正大家都在那折腾，各有各的目的，而且也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还在折腾。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事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跟这个弹劾本身可能无关，但是放在整个这个弹劾的过程当中，也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醒目的一笔哈，我们来看一下，那是什么呢？就在这个针对特朗普的众议院弹劾听证会的这个关键时刻啊，当时呢，在12月9号，也就是本周一，那代表共和党的一位律师叫 Stephen Castor， 他呢是出席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弹劾听证会。但是呢，按照正常程序，他作为一个律师，大家也都知道哈，虽然不是说在英国体系下的这种律师还要戴着这个假发什么的，但是律师通常给人的形象就是西装革履，专业，然后对大大的这么一个公事包啊，里面装满了各种可能在法庭上或者在这个当庭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但是这个斯蒂芬呢，他没有带公文包，而是以一个绿色的这种超市的购物袋来装了一大摞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且他那里面装的还不是说别的东西，真的就是装法律文件，只不过他用了个塑料袋。这个塑料袋其实呢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就是在美国非常常见的这种连锁超市所用的塑料袋，然后呢上面还写着什么可以反复试用啊等等等等，他就这样就拎着个塑料袋，里边装了众多文件，也不怕折了，就淡定的走了进去。这个可能是他自己怎么说呢，也没有想太多吧，咱们咱们的一种猜测啊。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目的哦，不是说用这种形式在做什么。有可能就是我公文包突然找不着了，或者被熊孩子给它泼湿了，然后没办法赶紧抓起来一个袋子，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一种猜测啊。但是在现场呢，因为带了这么一个，而且这个购物袋的颜色，我们有图片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购物袋的颜色，它是一个翠绿的，就像我们在本地的超市有是我们的那个标志的颜色，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颜色，对然后呢。这个购物袋呢，是一家叫做新鲜市场，就 Fresh Market 啊 ，The Fresh Market 这么一个很体现它的那个 fresh 哈。对，这么一个品牌的超市，它的一个购物袋，所以说是在现场的话，很多的这个记者呀，然后包括其他的与会人员，都对这个购物袋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你想，在现场的这个色调也比较的灰暗，对吧？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绿色的这个袋子，挺无厘头的，也没有什么原因。一般你像比如说在议会啊或者什么的，就大家比如说像那天我们说国家党的副党魁拿了个大麻的袋子上去，人家是有某种目的，他没有任何目的，他也不宣传什么，就是装资料。这个袋子还挺大，还挺能装的，我看。然后有人就开玩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今天这个正常的，你是不是应该带上一个公事包？”然后这是有人在 Twitter 上就假设了一个对话嘛，然后说，哎，不了，带这个就行。然后还有人说，他说那这个因为你要是进到这个现场的时候，肯定要通过安检嘛。说那他通过安检的时候有没有检查出来里面是不是装了点什么甘蓝呐、什么蔬菜呀、什么豆腐啊，是不是有这些食材在里面？还是为了，反正就是一个小插曲啊，跟大家来稍微更新，缓解情绪。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接着往下说，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到这件事情上，这个军费的事情。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特朗普来说，前后压力，各方压力都很大啊。是，那你指的这个军费，可能指的是亚马逊的这个事情啊。对，那说到这个亚马逊之前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还特地的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叫 The Fresh Market 这家超市啊，这个事情跟它联系在一块儿啊？其实里面有一个原因，这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亚马逊的创始人，那么贝索斯，他呢是经常会作为被特朗普批评的这么一个对象。那在亚马逊旗下呢，有一个叫做全食超市，对吧？
然后这个对，是有这么一个超市，然后 The Fresh Market 这个新鲜市场超市，我想起来正好是跟这个全食超市是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来的。所以说有的人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七七八八，可能也是闲的，真的没事就联系了一块儿。因为本身呢，这个拿购物袋的这个律师呢，又是属于特朗普这头的。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又把他们给牵扯出来，又开始说又什么合同，又这个又那个的。是，当然这个呢只是咱们的或者说坊间的一种猜测，但是这个关于亚马逊跟军方的这么一个上百亿美元的合同呢，确实是现在也出现了。亚马逊呢是在法院就正式的提起诉讼，他指控什么呢？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打击其加引号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加引号的政治敌人也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那么现在就给五角大楼施压，然后阻止亚马逊获得价值10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云端服务的这么一个合同虽然不是直接的这种军火的订购或者什么的，但是很有关系的。对，这个也算是军方的一个大的合同嘛，一个合作嘛。所以说有人猜测，你看现在正在弹劾特朗普。其实这条新闻出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的时候，还有人在那猜说那个亚马逊背后有没有什么军火生意的往来之类的。然后后来呢，我还看到那个贝佐斯还在那边说没有，我们就是那个网络上的纯粹技术层面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现在反正也不好说了。因为你首先在网上你购买军火肯定是不太可能了，但是这么大的一家公司背后，它是不是参与到了一些这种军方的，尤其是在科技方面信息方面对吧？就被很多人拿出来就是你知道我在背后指指点点，有没有？是怎么回事？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这几个事情你看串联到一块儿，首先弹劾他的其中一个条款是他滥用总统权力，对吧？然后呢，紧接着在他的这个弹劾听证会上出现这么一个袋子跟他的这个对头，或者说跟他平时经常指责的这个对象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紧接着他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用类似于这种滥用总统权力的方式施压五角大楼，进一步使自己的所谓竞争对手或者说这个政治对手失去了一个100亿美元的大单。大家可真会联想用一个塑料袋能引起这么多的血案吗？那不然你说闲着也是闲着，咱聊点啥呀，是吧？阴谋论，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聊一聊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吧？既然是吃瓜，咱就做个专业的吃瓜群众呗。对，这么听起来，这个瓜倒是有点，也不是说完全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它就是千丝万缕的都有联系。但是你说有多大联系？人家都说了，我就随便拿个塑料袋，你说都能被你们做出这么多文章来，都能把军火给弄上去，这也是觉得很有趣。那你说说，他如果拿的不是这个 The Fresh Market， 他如果拿的是全食超市的这个袋子，那可能说法更多你这是特朗普这头的，你怎么还拿一个对方的塑料袋？对，是吧？你反正不管怎么着都有说法，就应该拿公文包，拿什么塑料袋？然后结果那公文包是从 Amazon 上买的。就没完了，解释不清楚了。好吧，那这个是刚才关于美国目前弹劾总统特朗普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反正美国挺乱套的，现在。是。那除了美国之外，现在英国也比较乱套。前几天出了这个伦敦桥的这么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然后呢，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也是，比如说有人说像类似于触犯了恐怖主义行径的这些个罪犯，结果呢也是稀里糊涂的就被提前假释了，或者被放出来了。那英国政府方面呢，也是对这些事情呢，也是怎么说呢？现在也是有一些争议那最近呢，关于这个英国呢，也有一个类似于释放囚犯的这么一个事件说的是什么？基地组织的高层是不是？对，这个呢说英国或者又有可能把这个基地组织的一个高层给他释放了那本身呢，目前关押在英国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基地组织成员，原来是定于2020年的1月出席这个保释的听证会，并且可能被释放。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被保释，为什么允许他们保释？既然你都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比如说是恐怖主义者，或者是曾经实施过、参与过恐怖袭击的人，以及他比如说他是基地组织的或 whatever 组织的，这么确定了。有什么好值得被保释的呢？是，那有些时候可能是改过自新。咱们不是特别懂法，不是法盲，但是说不是专业的律师或者什么的，一个是不太好去解释这个其中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跟西方国家，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权
对吧？我们对于这种自由啊，我们对于他应有的这个权利，有时候有点体现的，也不能说过分吧，因为毕竟人权这个东西是该有的，这个没错。但是可能是为了体现这个东西，反而在某一些方面矫枉过正，或者是说呢，他也是受到了这种压力。其实你说，无论是作为警方、作为法院，还是作为政府，他也是受到这个相关问题的压力。就是如果他要不这么做，可能被骂的也会很惨。没错，他做了呢，如果不出事儿，也就你知道大家各自安好。出了事儿了，那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问题了。你看这个所谓的，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可能马上就要被保释释放出来的这个基地组织的高层，他还不是说只是说加入基地组织哦，他是真的做了事情的哟，是一个首领。对呀，根据报道就是说，这个人是曾经在2005年7月7号伦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确实做了什么事儿了，还要。而且就是说，他在当时的话是担任了在英国基地组织的一个海外领导的联络人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当中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的这个05年的伦敦地铁和公交车的这个爆炸案啊，一共是造成了52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那这么大的一个案件，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跟这么严重的死伤，然后2007年的时候，把他呢，2008年的时候，把他逮捕了。那到现在也就是满打满算11年的时间，就要给他放出来了。50多条人命，700多人受伤啊，这可是。虽然不说他不是直接的实施者，对。但是什么叫联系啊？英国这边所有的东西等于都是他布置的，然后来了2个人真正实施。那你说这个人？哇塞！我觉得我现在是英国民众的话，我应该就要跳脚了吧？是，而且你看，刚刚发生这个伦敦桥的这么一个刺死行人的这么一个事件，然后紧接着出现，而且前2天这个鲍瑞斯·约翰逊还说，就是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管控，是吧？你像这些从事恐怖主义行径的人，该给他关多长时间就关多长时间，不要随随便便就假释或者说释放。结果刚说完没多长时间。说明这个首相不行啊！但是我估计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的社会当中，法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法治是你不可能说是政府或者你首相能够管得了的，它是分权的嘛。那你法治就是法治，也许法律体系就是这么要求的，除非你改法，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然后我们的听众还有人在那边也是大胆猜测，说是不是交换了情报？交换不敢说，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组织者或者一个小头目被逮进去，肯定你该说的不说，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不太确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人在通过了明年1月份的这个听证会之后，就有可能获得假释。那这个放到外面之后，真的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存在，我觉得。包括这个人在内，现在有74个，全部都是这种被定罪为恐怖分子的人，在英国已经提前释放了。Good luck。对吧？你说能怎么办？首相自己也说这个是不是个错误？但是就像我说的，他也没办法。那你不能说我是首相，我就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或者说不可能嘛？或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呀。但是反过来说，你说什么不是什么，那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你还有公信力吗？说到这个，咱们再来看看啊，最近英国大选临近了，2个主要的党派纷纷的开出了梦幻支票。开支票这个事更待何时？对，这会儿不开更待何时？没有几天了，对吧？但我们也来看看，说这个内容里面都有这么说，因为它叫支票，不叫给现金的原因，就是因为支票可能兑现不了，没错，但是现金是真的现金，对吧？所以它俩是有区别的。这个词儿用得好。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都有啥啊？那因为啊，之前约翰逊就提出了说，我要如果说继续。算连任吧，或者说当选了之后呢，我呢准备在100天之内把这个脱欧这个事儿先给搞定。都还弄100日计划呢。对，之前这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然后现在呢，这2党现在频开100日承诺。100日承诺不光是脱欧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来看看啊，除了这个100日脱欧以外呢，还会承诺说要减税啊，要提高学校资金。
还表示要修法阻止重刑犯提早获释等等。那刚放出去一个，对你这边真的是啪啪打脸。你这边刚刚还要有人参加听证会聊他明年初是不是会被假释，然后你这边说提高，这个也就算了啊。除了这个还没完呢。对，除了这个保守党之外呢，包括这个国民的保健制度。啊，这个也是保守党承诺在2023年要达到的一个增加339亿英镑预算的这么一个事。这个糖我跟你说，那你说的是个超级大礼包，我觉得都不足以来形容，因为它毕竟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关于你知道最好不能叫收买人心吧，反正大家选民最爱看到的一个就是医疗，一个就是教育。你在这上面发糖永远不会错，对不对？是。而且这两个项目上永远他都说会缺钱，不可能有哪一天说我资金太充足了，你别拨款了，不可能，对不对？没错。所以你在这上面发的糖，你撒出去绝对是有用的。是。那除此之外呢，还答应说要增加5万名护理人员和2万名警察。反正照比一下，咱们都是英联邦国家，对吧？新西兰我们从新任政府上任之初说要增加警察，到现在这个事儿有没有算是尘埃落定，我们都还不敢说呢。那你这一上来要增加2万名警察，是当然英国本身人比咱们多，对不对？对啊，那咱就看能不能把这个5万名护理人员跟2万名警察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哎，别，这有点吓人，这个。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说保守党，这还叫保守党呢，都提出了这样的宏伟的100日计划，那工党会不会提出的更宏伟？人就说了，那就更激进，对吧？是，工党这边呢也是100日内，如果说当选的话，100日内一方面脱欧这个事儿啊，咱们接着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还会说，在大选以后组建一个少数政府，然后这个政府干什么呢？结束英国政府长达10年的紧缩政策啊，包括国有化、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对医疗和教育的投资等等，这些全部都要搞。他们都是中，我是在想，英国是中了彩票吗？中了彩票，现在因为脱欧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脱完的话，造成多少的损失，现在还都没有办法估计。对呀，所以我就在说他们在中彩票了吧。中10回彩票，我觉得不一定够擦脱欧这个屁股。你看人家我们个人的彩票说上千万很多了嘛，或者是甚至有上过亿的，对吧？那人家如果要是国家中彩票，不是就是中了几百亿、几千亿呢？他应该是中彩票吧？照这么个开支票的方法，我明白这个，但是中彩票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大家心里都清楚。怎么可能呢？对。然后现在呢，就另外一方面就说呢，虽然现在啊保守党的民调结果是遥遥领先，约翰逊也有一种就是我了的那个感觉，可是呢，现在又涌现出来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英国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首投族，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现在呢出去投票了。这一部分人当然是以年轻人为主。那么据说呢，这样的现象也会对工党的选情更有利，但是有利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得而知。是的，那刚才跟大家梳理了几则这个国际方面的新闻，时间关系，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见。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49分了啊，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接着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最近同行都不好做呀。世界各地我们的同行都有点难呀。现在在新西兰这边，你看啊，2个主要电视台，一个还没卖出去，另外一个呢，现在政府因为太亏了，政府就在说要不然合并，别做那种，就是虽然也卖广告，但是不是盈利的那种电视机构了嘛，都在说改，因为日子不太好过。但是我们同时看看，其实在别的国家也一样，像在英国，现在呢。约翰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件事儿，他忙得不清。你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忙晕了？就是你可以各种发糖，各种喊口号，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你马上都该大选了，就完全是属于一种拆自己台的行为。你为什么要惹媒体呢？你说这个时候何必呢？对呀，何苦呢？随着大选的日益临近啊，眼瞅着也就是明天的事儿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约翰逊也是急于各种方式给自己拉选票。还有一条新闻也是，说他去视察了一个这种鱼市。在这个市场上穿着这种白色的这个大褂，然后跟这个其他的同事啊，包括跟市场的工作人员一起拿着很多的鱼啊，什么各种摆拍，反正一看这个，哎呀，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吧。那么说到这一个跟媒体相关的事情呢，就是最近在英国也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电视许可证的收费传统，是受到了民众的质疑。那可能约翰逊也是，反正各种话都放出去了，就是只要民众想听的，我现在全说一遍，对吧？管他哪一个方面的。没错，那他就顺嘴直接就揪出了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 BBC， 然后把他们说教了一番。人家是做媒体的，还怕你说这个？而且我还真的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就新闻咱都不说了，就光我找了一下图片 ，BBC 最近一段时间帮约翰逊就是说难听点擦屁股的事儿也不是一件两件了。前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他在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啊，被现场的观众约翰逊被现场的观众嘲笑，BBC 在播出的时候还特意的把嘲笑他的这一部分这个内容给他剪掉了。你说这多给他面子，对吧？结果到现在还不领情。
当然，我们也得说一说英国的这么一个电视收费许可证的这么一个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本身呢，这个电视台，你想它日常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节目，对吧？日常的运营肯定是花费大量的一个经费，这个也不是说很少的一丁点钱就要让这么一个东西运转起来，毕竟它是一个算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是，而且我们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是那这个收费许可证呢，其实就是相当于给电视台或者说给电视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募集了大量的这么一个资金，来维持它正常的一个运作。所以就等于说呢，换句话说，就是会从民众那儿收一笔钱，然后再给这个广播公司或者电视公司去用。没错。现在呢，这个约翰逊的意思就是说，想把这个给取消了，就每一年呢，民众不需要再缴纳这个钱了。其实交的你说多吧，他每一年需要缴纳大概是154块钱英镑，多不多的？反正折合人民币是1400多块钱，折合成纽币可能是200多。一年，对，不到300纽币的这么一个费用。那这个呢，也确实是能给 BBC 带来大量的资金，有啥说啥啊。你看，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 ，BBC 呢就是通过征收这么一个费用啊，就是说咱就管它叫电视收看费吧，收视费啊。那么光用这个方式呢，就募集到了大概3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是360亿，那约合我们纽币呢，大概是50亿左右，对，50亿左右，50多亿可能。那这个呢，其实占到他收入的3/4的比重还是很大的。那换句话说，你要是把这个钱给他卡掉了，那人家还干不干了，对不对？对，你不干了，你再竞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是将来的事情了，但是保不齐你再竞选或者……但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消费者自愿，对不对？就没有人说，比如说你是英国人，你要是不交，我就把你怎么样，不对吧？这不是说你税的那种感觉。那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你说这个干嘛呢？对，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也是这么个感觉。而且这个收费其实也是历史比较悠久了。第一次开始征收的时候，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1946年 BBC 就开始向用户征收这个相关的费用了。然后1970年开始呢，这个广播许可证啊，升级成了电视许可证。那么缴纳这个电视许可证的费用呢，是属于英国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啊，你如果不交的话，这属于违法行为了。所以它算是一个强制的征收。但是反过来讲，民众也需要有一个平台为他们来提供高质量的、大信息量的，或者说适合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这些受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他的点是说不应该从。就类似于说，我们不要发这个许可证，就你们自己养自己。可是我觉得 BBC 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也看到了，这个占到我们3/4，对，那你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不从民众那儿收，你就政府自己给呗，对不对？反正我们需要这些钱，一年当中，如果你要是说你觉得给民众那个什么的就不收了，那你就政府拨款给我就好了嘛。但是政府能不能给拨这个款？那一年好几十亿英镑啊！你看放出来一个这个消息，说什么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么一个，只是个彩虹支票哟啊！然后这个预算这么多，339亿英镑啊！这是关乎到全体英国国民的这么一个保健方面的一个口号，或者说一个支票。这才200多亿，那你说让他每年拿出来几十亿英镑去支持这么一个电视台，政府可能也觉得这个事儿到底值不值？所以这件事情不知道啊，反正 BBC 也是喊话了，就说我们会收的，未来8年都收。你喊你的。对，但是他喊的这个口号，我觉得有点意思，说未来8年我们都收，那未来8年之后呢？为什么是8？对呀，为什么非得定这么一个数字？是因为吉利吗？所以我们再来看吧，我这个事情还真的不知道，原来他们是法律规定必须要交钱的啊。那我们来看，那这个不知道电视许可证又是发给谁？这可能就是由政府自己去管控了。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嘛，看到底怎么样。反正明天英国的明天就要大选了。
看看他们的结果如何。还剩下1分钟啊，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句，就说呢，特朗普现在和朝鲜，就等于说美国和朝鲜之间还是在互相喊话的。就说一个说那个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失去一切。然后朝方就说呢，你别在那边口出狂言，不要吹，不要吹，我们谁也灭不了谁，那意思。是，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从之前的这种双方，你看还真是热乎过一段时间，那一直到现在又恢复到一种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是，哎呀，情势变化瞬息万变的，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有时候有点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世界2个不太稳定的领导人在一起，你说那能不反复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用不稳定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有点轻了。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7点57分了，这件事情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国际方面的新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也会跟大家来更新关于这个火山的爆发之后最新的一些进展。现在竟然已经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刑事起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的，是。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安建了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农历11月16。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所有政府大楼、公共建筑降半旗，沉痛哀悼火山喷发遇难者。为表示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遇难者的尊重和哀悼，昨日起，所有政府和公共建筑降半旗。降半旗的举动将一直持续，直到另行通知。12月10日下午，新西兰地质与科学研究所称，未来24小时内，该岛有50%的可能性会再次喷发。据该研究所表示，自毁灭性的火山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火山喷发，火山警戒级别目前仍然保持在3级。但该研究所同时表示，仍有局部蒸汽和泥浆从活动区域喷射出来。专家表示，北岛火山喷发的有毒气体，只要吸入一口，心脏就会停止。新西兰毒害气体专家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喷出的化学物质潜在致命影响的描述为：吸入一口高浓度的硫化氢，就会让你的心脏立刻停止跳动。奥塔哥大学毒害气体研究专家说，此次火山喷发的受害者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不幸遇难，但很难说当时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水平有多高。一般情况下，400 ppm 的浓度就足以使人昏迷并呼吸骤停而死亡。大量接触这种气体会对大脑造成严重损害。吸入硫化氢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有时由于刺激作用和呼吸的麻痹而导致最终死亡，这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截至目前，火山喷发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8人下落不明。沃达丰在新西兰正式推出 5G。沃达丰 NZ 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部分地区的100个地点开通了 5G 服务，使其成为3大手机公司中首家向移动用户提供 5G 新技术的公司。该公司还有20个移动 5G 站点，将会用在今夏热门度假区或重大的活动现场。目前，沃达丰的所有 5G 套餐都是免费的，不过从6月开始 ，5G 服务将收取10纽币的额外费用。在未来2到3年内，新西兰沃达丰计划将1500个移动的基站升级为 5G， 让大约94%的用户能够使用更快更强大的移动技术。Spark 计划从明年6月开始提供首个移动 5G 服务。2 Degrees 目前还没有为其 5G 升级设定具体的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冰桶挑战发起人去世。当地时间12月9日，为渐冻症募款的冰桶挑战发起人皮特·弗雷茨在美国波士顿去世，享年34岁。他的家人表示，皮特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及渐冻症去世。皮特发起的冰桶活动用水桶倒冰水在头上，然后将过程上传至社交媒体，并指明其他人接受挑战，响应捐款。美国肌萎缩性脊索侧硬化症协会报告称，这项活动募得已超过2.2亿美元的资金。智利军方确认失联军用飞机已坠毁，机上载有38人。智利海军表示，此前失联的载有38人的智利军机已确认坠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
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呢，基本上全部的地方都是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最近2天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凉一点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如果需要很晚回家，还是要稍微多带一件衣物啊。气温方面，今天奥克兰最高22度，最低是15度。北岛南部地区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但你看天气状况，气温方面啊，还是比较的温差比较大的。Masterton 最高达到24度，但是早晚最低温度是只有8度。那么到了南岛，今天北部地区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也算是比较稍微舒爽，还是说凉爽呢？你看西海岸基本最高温度都不到20度，最低温度也是徘徊在10度左右。南岛南部地区今天则是在最南端会有一些降雨出现，中部地区气温整个的晴朗的天气状况还好。那么气温方面，皇后镇最高是21度，但是最低温度也是只有10摄氏度。明天周四了，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但是反而是北岛的东海岸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不过明天奥克兰还是晴朗的好天气，而且气温继续回升。奥克兰明天最高达到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Taupo， 电话0737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C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1月5、6号以后。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刚刚还在那儿倒数5呢，哎，就来了，所以我们俩就什么？对，这个没事，突然把表拨快了5秒钟。哎，没了啊！好了，我们8点钟过后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新闻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早上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新闻内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是。首先呢，还是快速的来浏览一下。究竟有哪一些新闻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更新关于这次 White Island 火山爆发导致的整个的情况的后续。首先呢，今天应该是昨天快半夜了。快11点钟了，那么警方是再次确认说，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人，其中1人呢是不治身亡了。那么仍然有8人目前是处于失踪的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警方现在正式宣布要对火山致死展开刑事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回来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没错，那么同样的，在灾难发生过后啊，一边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救援人员呀，或者媒体呀，不断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对事件进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进行不断的跟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政府肯定是也会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这种反应和动作。你包括从昨天开始有降半旗的这么一个致哀的一个举动，那包括呢一系列的对后续的救援也好，包括对这些受伤人员的救治啊、家属的这个安排和安置啊，这些都在不断的做出相关的一个反应和动作。那么因为这些反应迅速而且过硬，所以说我们的总理又被全世界花样表扬了一通。那这个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咱们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是按里面提律，虽然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吧，对比如说对总理来说，某种程度上讲又是一个体现他的这种执政能力也好，或者说反应的这么一个速度也好，是一个契机啊，因为通过这样的事情，一会儿我们回来再说吧，先把新闻早知道说完，好不好？这2件事情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讲到。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昨天就想说但没来得及说到的话题，关于这个 food bags 叫做食物打包计划，这是政府呢新鲜要推出的一种福利计划，现在正在试验期。可是呢，这个试验期当中仿佛不是那么顺利啊，因为有一些的所谓的领取者貌似并没有很开心。为什么把食物给到家门口了，放到餐桌上了，仍然不开心呢？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还有呢，在今天9点半之后啊，又是我们周3例行的这个绿野新踪到自然说。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关于假期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现在天气也转暖了，又赶上假期啊，去哪玩呢？我们的到自然说今天会给大家提供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对，9点半之后啊，所以欢迎大家锁定。好了，那么回来，首先我们就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先不说火山的事儿，我先把这条消息，因为趁着所有的人，大家可能现在都没到上班路上的，趁着人多的时候，先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准备出行的朋友，跟大家来说，今年的奥克兰机场最繁忙的时间排行段已经出来了。把这个告诉大家的原因就是提醒所有要在这几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留出更多的时间。所以把这个排行榜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往常会不同哦，因为往常一般情况下最繁忙的会是在22、23左右这2天，大家都要准备去出行了。但今年是正好呢遇到，就说20号大家就基本放假了，是个星期5嘛，然后接着你看到下周的周3等于说才进入到所谓公共假期，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不会等到23、24了，基本上20号就会开始出动。所以今年的这个排行榜大家记清楚啊，最繁忙的2天是12月20号和12月21号，也就是下周的周5和周六。因为从下周5开始，可能大家有周5就干脆不上班了，或者是订到下午下班晚上的飞机就颠了啊，所以说20号这一天是目前在今年这么一个夏季的出行高峰期可能会
最为拥堵的这么一个时间点。那紧随其后的就是21号。那另外呢，在明年，也就是2020年的1月3号这一天呢，是目前在出行高峰或者说返程高峰吧，因为那个时候返程应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圣诞节在家过嘛，然后到就像我们说过春节初1、初2的时候都在家，初3开始出去往外颠，然后再出去第二波的出行高峰，对，就是3、4、5分别是排在就是1月3号、1月4号和1月5号，正好排在第3、第4、第5名。是，所以大家有这3天呢，注意啊。接下来第6名是12月19号，这也太早了吧？星期4就走。不过好像很适合我们，你像我们做到周3，对，也很适合周4走。好像说的就跟咱们似的。第6名的是12月19号，第7名的是12月26号，我是12月26号走，所以我是排在第7。你能赶上这一波了。然后是第8名的是1月2号，第9名的是1月6号，第10名的是12月22号。所以大家记好啊，你是不是这几天出行？有没有点到你的那个出行的日期？我一会儿看看是不是也截图发到群里，大家呢稍微留意留意。这个说出来不是只是告诉大家繁忙，是一定提醒大家得提前。比如说你是国际航班，平常是2个半小时、3个小时，你现在就是尽量3个半小时之类的。机场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尽量的留出来充裕的时间，以防止在各个环节出现，比如说因为拥堵啊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问题。因为到时候不光是机场很繁忙，路上肯定也会很繁忙。那平时你从家里面开到机场，可能用同样的时间，到那会儿没准得加倍也说不准了。是啊，所以这些都要预留一些富裕出来。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道路上也同样的，基本上都是这几天繁忙。所以说呢，无论你是不是自己开车，还是说坐飞机啊，开车的朋友就做好拥堵的准备。等到基本上下个星期，因为我们也放假了嘛，但是下个星期开始，就是出城会变得非常堵，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天的早上吃完饭的那个时间，是和下午快要傍晚了，现在时间又长了嘛，可能就7、8点钟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拥堵，大家就纷纷出门了。是，一定提前做好自己的一个计划啊，尤其是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要出远门的朋友，把自己的这些什么护照啊相关的一些东西也都早早的就准备好，别到时候又手忙脚乱的。因为那会儿你真是说平时哪怕有时间回去取一趟，到那会儿我觉得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也是稍微再提醒大家一下。好了，接着啊，我们还是往下跟大家来继续更新一下关于火山的这个事件。那么首先呢，就是现在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那么现在呢，警方最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在辨认这些受伤人员的身份，以及死者的身份。然后呢，我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就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其中有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烧伤的程度太严重，所以非常难以辨认。单纯从外貌已经辨认不出来，所以而且他基本上神志也不是特别的，所以就很难。反正总之这件事情呢，现在就是警方的重中之重。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到底能不能去找到这8名失踪人员？现在目前还是叫失踪人员啊。是，可是这个工作什么时候能展开，什么时候能结束？是很难去确定的。我们也听到昨天呢，政府方面是给出了算是非常强力的 support 吧。我们的总理珍尔登直接就说了 ，no limit， 没有上限的支持去帮助这些算是遇难者，或者是说受到这一次的火山爆发所影响的人和家庭。当然具体到什么程度，那可能要再接下来看，因为这些也都是游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就像类似那个恐袭事件发生的关于签证方面的，这也不好说。但是我们总理反正是承诺了 no limit，没有任何上限的会对他们进行帮助，这是其一。其二，总理还承诺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在整个的这个事件上有很多的 big questions， 有很多的大问题，必须他说这一次 must be answered， 一定要给出个答案，有个说法。这就有点像说以前我看过，昨天晚上看有一个朋友说新西兰属于叫无问责之地。就是问责这个东西在新西兰不存在，出事就出事了，一句大家都会犯错误的，可能就过去了，半开玩笑的就过去了。那么这一次是不是总理发话了，说 must be answered， 所有的这些大问题一定要得到答案，就意味着要追查到底了呢？具体说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现在可能也是不太好去推断，但是肯定，事出你说最大的责任是谁？那你要怨火山呗，
对不对？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2天也是听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到说，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地质活动已经比较活跃的时候，这个旅游公司还会安排游客上岛去进行游览？那这个到最后究竟会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责罚，或者说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据消息说，现在警方是已经发起了刑事方面的这么一个调查。其实昨天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首先是很意外的，我也是觉得很意外的。刑事调查和你说要调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不对？你直接你知道刑事调查，如果要是我们往一个最严重的结果说，什么叫刑事调查呀？那最严重的可以说你过失杀人呢，是对不对？是。那你这种，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责任导致了他人的死亡，对不对？那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上升到刑事调查的话，可能很多的结果就是不是大家曾经想象的那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呢，后来警方又改口，警方在说完了刑事调查之后，后来又改口说，我也不是说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我们要开始拘捕谁啦，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也得调查，就像总理说的，我们得 the question must be answered。就是这些大的问题必须得有答案，所以我们要去调查。但这件事情到底这个 operators，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不知道叫不叫旅游公司，反正就负责登岛的有没有责任，是的确需要去调查的。我们不是说他登岛和不登岛有没有责任，而是你登了岛之后有没有对这些所谓的游客有一个安全的保障，他有没有戴头盔，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类似于像逃生的措施，因为毕竟你这是危险的场所嘛，那你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应急的措施，而你这个应急的措施在真正发生了这个灾难的时候又有没有做到你的承诺。所以这个调查倒是也很值得，对不对？就比如说你说像那个跳伞，就我们说在空中 skydiving 嘛，你跳伞它都有个备用伞，我只是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那这个备用伞就是他们对所谓的这些游客和去跳伞的人的一个承诺，说就算主伞有问题，我也不会让你有安全方面的隐患的，因为我有副伞，对不对？是。那你说这个火山，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作为 operator， 你明知道它现在活跃，然后你曾经也说了，说在活跃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万全的逃生或者是叫撤退的方法，但这一次有没有用到呢？但是你像你刚才提到这个跳伞的话，参与者通常会签署一个这个也会所谓的生死文书，就是说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出现意外了，跟这个公司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个怀特岛，我不知道上岛参观的话应该是会有签这个。就是今天我看到新闻当中，大家也在讨论这件事儿，但是就是因为当 operator 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回应嘛，但大家就说这种不可能没有。肯定是会有的，就是这种。如果说有这种免责声明的话，是不是旅游公司就可以免于承担这个？这个就要看了，那可能就真的要打官司或者去调查了，因为他这个文书上不可能写的就是说任何我们都不管，肯定是说如果出现意外，在一定情况下，对，那这个就很难去解释了，到底算不算是他所谓的那个意外，还是说是你自己没有履行到你所谓的那种安全逃生的路线等等，你没有做好，那就不叫意外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说，反正现在就说警方已经宣布了要进行调查。该调查可就得调查呗，对吧？但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提一句，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从事故发生到目前为止政府的这个反应，包括总理扎辛达阿登的他的这个一系列的反应，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媒体，可以说就在上一次基督城的这个惨案发生之后，这一次又一次再度的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这个认可，纷纷为他点赞。因为他呢是第一时间去到了那些就是救援的第一线，就是那些我们等于说是叫什么呢？就是等于前线指挥部，对的，类似于那种情况的，他就去了，而且是去拥抱了很多的一线的救援人员，然后并且呢也是跟他们呢做了一些交流。我看昨天其实我们的听众观众就已经把那个照片发到我们的群里了，其实还有别的，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还有别的可以给大家看，这个不是在恐怖袭击事件当中，对，这是当时跟这个穆斯林社区的居民，然后登上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塔那个墙，对吧？还有变成画的，是吧？是非常多。后来这个就是他昨天去的那个。等于说是第一线去拍的一些照片，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我们群里的那一张，就这一张，其实还有其他的，因为他是当时是挨个拥抱了所有一线的那些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一张其实更有名，
它感觉上好像更，因为它的那个光线呐、整个的色彩啊，给人感觉更加的神圣是吗？温馨反正神圣不敢说，温馨有吧？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评价，其实我昨天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并不是说是为了刻意去讽刺谁呀或者怎么样的，只是说觉得在这么一个紧要的关头，确实是应该首先有人站出来来去掌管这个大局，对吧？比如说救援方面怎么该安排呀，或者说你这个后续的一些安置啊，包括人员的救治，而且作为你国家领导人去鼓励，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比如说啊，像他说花样表扬，澳大利亚的人最主要的点就是说，你看我澳大利亚也在山火，那烧成什么样了，也没看到说那个 Morrison 对吧？去到莫里森是不是叫 Morrison 去到任何一个前线，什么跟谁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的也没看到。他说，那你相比来说，你看人家总理，无论什么事件发生，他都会去到第一线。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指。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得稍作休息。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进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哇，真
堵啊，我好意外啊，我的天呀！岂止是堵，简直是堵到不能行啊！哇，真的是。不过这个路况倒是好报。整个的现在高速公路上全红黑相间的拥堵的状况，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你看连我们地图上都得使劲往后拉才能看到从哪儿不是红。对，基本上是从 Altara 开始上高速的口开始啊，一路现在是到了快到 Cable Pass Road， 全线红黑相间的拥堵，最拥堵的路段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全部黑色大塞车，全部都黑了，是不是很惊讶？那当然了。来西区也是很好报，从Royal Road 一路到过了 St. Luke's 全红，中间最黑的地方是在不是最黑就是最拥堵的地方啊，是在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是黑色大塞车。其实，在 Lincoln 的那一段路上也有一小段的黑色大塞车，齐堵。北岸1号高速公路倒是没什么区别，反正别的地方不堵它也堵，别的地方堵它也堵。所以它就是比较稳定的在发挥。但是这会儿从 Albany 一直到 Constellation Drive 了吧？对，到这边的这个路段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拥堵的黑色的状态。然后过了之后是红色交通拥堵，一路到过了 Eastman Road， 然后在黄色车多，最后上了海港大桥之后才会恢复畅通。所以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啊，今天是非常非常拥堵的，哪儿都堵，小路上也堵，所以不要逃脱说那个不上高速走小路就省时间了，没这回事儿。小路上同样堵，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上小路上也很堵啊。是，那看完了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财经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来看一看股市方面。那新西兰 NZX50 指数呢，报11284.22点，涨54.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32点，涨2.84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7903.07点，跌6.53点。那么汇率方面呢，今日参考汇率，纽币对人民币是4.60，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2，纽币对美元0.65，美元对人民币7.03。汇率实时变动，交易时还请以实际价格为准。人民币稍微涨了一点点啊。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说这条新闻。我在往下说之前啊，我想替我们的总理说两句话。就是同样身为女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个就无论大家在什么样的位置啊，我说的好小心啊！我刚才在空的那2秒，我就在想怎么样来说这件事，就是怎么说，就是无论男女，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你利用自己，利用这个词好吧，就说利用吧，利用就让我说利用吧，利用自己的一些特殊性去赢得很多的东西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为什么不用呢？你有的时候想想，比如说我昨天在讲新闻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说很多人抱怨，就是说女性有很多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弱势，说对不平等的对待，但相同的女性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优势是男性不具备的。对，比如说像我们的女总理，而且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总理，对不对？那她自身当然也有很多的优势是其他的男性的领导人去不具备的。那她也是要靠选票，要靠吸引选民的一个注意力和票数，才能够获得自己工作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性质。那我为什么不要利用一下我自己的优势呢？那你想想，如果要去到这种就是类似于无论是恐怖袭击事件、天灾还是人祸发生的时候，你能想张 Key 或者 Bill English 上去报人家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吗？不可能，不太合适嘛。而且大家也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她是女性，她就本来就是一个给人的感觉天生的这种母性的慈爱光辉。对，她本身又是妈妈，然后再加上呢，她又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亲民，然后呢温暖，这个又强大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不叫利用吧，但是这是我的优势，我为什么 why not？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指摘的。对，而且他的确也是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注意力，这也没错。只是我相信大家呢心里比较去纠结，或者是说觉得不忿，或者是各种情绪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大家认为说你的主要工作不应该是这个。
虽然你这个用的好，可是不代表说就能够逃脱你很多失误的地方，以及说呢，我希望你作为总理的身份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分开谈嘛，对，也别总说我们去批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是觉得支持总理的。我要是总理，我也这么干，对不对？是，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事情能够妥善的处理，包括后续的一些事情，也是我们大家都乐于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方面持续关注，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政府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能够保持目前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说咱们对得起外界的赞誉也好，对得起咱们本国的民众的信任跟支持也好，是吧？把这个事情能够最后善始善终，妥善的处理好。同样，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能够这么优秀，那就更好了，对不对？那么说完了这件事情，就说啊，这个政府不是这一届的政府非常的关爱民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大家的幸福度。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差点把爱民如子这个词儿都搬出来。不是，那是吧？那你作为政府就是要爱民如子。那么接着说到了爱民如子，现在政府呢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所谓的这个贫困问题，就是他们正在试验一个项目，什么项目呢？叫做又发什么吧My Food Bag。食物包，我的食物包，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那些相对来说真的连食物可能都有困难的家庭。我们知道这边有很多的慈善机构是你去申请，然后就我们所谓的 food bank，你可以捐食物，然后呢，这个 food bank 再把这个食物发给那些前来申请的人。所以现在呢，政府就说了，那既然有这个过程，那不如就我们政府跟哪公司来进行合作，捐一批食物不就好了吗？然后呢，不是也有人说发福利怕乱花吗？那我直接给吃的，好不好？所以他现在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计划，就这一个 box 的食物，这里面呢大概价值200到300块钱，里边全部都是蛋、牛奶、面包、什么饼什么之类的，还有肉、香肠，然后再外加一些呢半成品，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菜，甚至在这个 box 里还有一个食谱。就告诉大家用这个里边的东西你能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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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基本上这一个 box 可以维持一家人1周的食量。是，其实想的还是蛮周到的。说句实在话，我要是每周，当然咱没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每周你能得到这些，最起码你基本的生活是能够给你做一个保障了。所以应该是对这个反应很好。其实说白了，我现在他要给我一箱，我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对，而且这里面你看都是健康的食物，还是有机，这叫什么走地鸡蛋呢？走地鸡蛋呀，对呀，牛奶然后你看这什么饼啊、肠啊，反正营养也是。还有 ham， 对吧？还有各种蔬菜，还切好的。然后你回家他还给你个菜谱，照菜谱去一做就结束了。对，要一般人咱们看来还想要点啥，这还不够吗？结果这件事情呢，结果收到的人并没有很开心。原因是什么呢？就首先在整个的这个就是电视当中啊，就采访了一个收到的人，他就说，首先第一，你说的是够1周的，谁说的？我就不够啊，那赶上饭量大的了，可能。对，为什么不够？他说我就是跟我女儿2个人都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 gluten free，叫什么面筋呢？是不是？gluten 是不是叫面筋？不能吃？是叫面筋吗？对，就是这种不能吃 gluten，面粉里面的这种东西。对，他就说，那你考虑到了吗？我这里面大半部分的东西我女儿都吃不了，那我们俩当然是不够了，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人说什么呢？说我怎么感觉我有种被控制了的感觉呢？你凭什么要求我吃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我就不想吃你这些。那你还想吃点啥？就比如说啊，你给我钱，我可以选择我今天吃麦当劳，我明天吃菜，对吧？你给了我之后，好像就在限制我说你必须让我吃我这个 box， 你凭什么管我呀？我的人权呢？我的自由呢？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听到的最有趣的，我真的也是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新闻片当中采访的人，而是呢，我就听到主流媒体在谈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打电话上来就说，他说我也是收到了这个 food bag 的人，他说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半成品？我不会做饭啊，那我怎么吃？言下之意得给你让我啃生的吗？做好的现成的，这里头这些香肠、火腿都已经切好了，饼也是一张一张的，你随便学个什么鸡蛋灌饼什么的，我觉得菜谱。然后还有人说，你看你就说吧，你说随便学一个，对不对？那不菜谱都放那儿了吗？有人就说了，我不识字啊，
啊，你给我菜谱看得懂吗？是我哪会照着菜谱做呀？家里通没通天然气，对吧？你这个家里头的这个，我哪有钱付电费？我哪有钱付那个天然气的费用？我怎么做？怎么搬上餐桌？那这得到底伺候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满意呢？真的是。哎呀，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在那边笑呀，我也是无语。对，也可能是咱们没有感受过这种食不果腹的这种状态，所以不能理解，就是人饿到一定程度之后，来，这会儿咱们线上有电话，咱们接进来啊。早上好。哎，早，志邦哥。哎，想不想笑？我我觉得有一句中国的这个老的典故很能形容这个局面。说实在的啊，我是站在这些打电话投诉这些人这边的。啊，好，为啥？为什么？有句话叫"何不食肉糜"？哎，是前几天咱提过这个，对吧？就是你觉得你做的是好的，那别人真的并不一定觉得这是好的。这倒是被打脸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他可能是好的，但总有一些是他并不能满足的，对吧？对。那你作为一项福利政策来说，你是满足大多数的人，还是你要尽可能的满足更多的人？对吧？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从福利的最根本的定义上来看的话，你是要能涵盖越多有这种需求的人越好。是，没错，对吧？而不是说我仅仅满足70%的人的需求。是，如果你能改变一些，做的满足到80%，为什么不去做？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fullback 这个政策是本心是好的，是在很多程度上也会便利到那一些70%的人。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好难呀。这是是很难呀，是很难呀。所以的确是可以看到政府是想通过这项政策来帮助这些领取福利的人能够走上一个健康生活也好，对，能够结缘开流也好，能够然后让他们也会做饭，让他们吃健康的食物。这个是好事，这个是好事。但是你要站在接受福利的这个人角度去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可能需要这笔钱，你是给我发吃东西的这笔钱，但是我要拿它去做一些别的东西。对。当你拒绝让我没有办法那么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由被控制。他可能是去吸毒啊，我们这么说，可能是去吸毒，但是你也不能控制我。那是人家就是这样的，这是人权啊，这是你要么你说的没错，你给我钱你就不要管我。你说的没错，我觉得这个很客观。好的。所以这个福利政策的确是挺难的一个政策，我说。对，是这个政府也挺难。再多一句嘴，评一下这个我们亲爱的杰辛纳邓同志啊。您说4个4字吧。好。多灾兴邦。哎呦我的天！实业误国，经济外行，福利至上。哎我好想把它给记下来。金句啊，金句，你再说一次。好吧，多灾兴邦，实业误国，经济外行，福利至上。好，记下来了，很好，非常好，莫呀，有水平的有水平，谢谢您的这个，以后多多参与我们啊，好，拜拜，好，祝您生活愉快，拜拜。都逼出诗人了，是这个还真的是你多灾兴邦，哎呀，你虽然说这个评价也是有一点这个讽刺的意味，但是你不得不说，贾辛纳顿尤其是在国际上的这个声名鹊起啊，一部分是因为确实是新西兰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但是在处置的过程，当然咱们还是公理公道的讲，处置的过程当中，因为还比较的到位吧，所以说呢，对它的这个国际方面的影响是起到了非常积极跟正面的作用啊。说得好。那关于说这个实业误国，反正。哎呀，咱们不多评了，但是这么说肯定有它的道理。不懂经济后面注重福利，那我们也就不用解释了。是，大家应该现在心里默默耶。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了8点45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那么刚才呢，说回到这个 food bag， 刚才我们听众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他的这个分析和理解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是这个 food bag， 我也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不合适的。刚才讽刺归讽刺，但是说回到真正的，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 food bag 这个政策也不是它看起来的那么好。好的，好不好？那咱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聊。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你说我们的听众是不是藏龙卧虎？那真的是，今天的金句啪啪啪就出来了，一边这边说着，那边我们有其他的群友就把这几个字就记录下来了。对，金句啊，是。来，我们接着往下说啊，就说到我刚才呢，当然就是在那边讲，我是其实替政府觉得难，你知道吗？他本来你看啊，这些我们所谓的这种领取福利的人骂国家党，说他们不会照顾低收入者，现在上来工党了，好好照顾他们了，他们又说白了这么多事儿，所以你说这等于说是不是打了政府的脸呢？就说一步一步吧，咱也不能说打脸吧，首先得看你这个打脸的过程是不是，我说难听点，是不是蹬鼻子上脸？一开始说不照顾你。对吧？对。然后现在照顾你了，你又说照顾的不够无微不至，对啊，怎么才能叫无微不至？你说的对。对，你刚才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说那下一步好，现在半成品都已经给你
送到门口了，对吧？送到家里头，然后你说你不会做，你家里没通气儿，你家里没有灶，然后你食物过敏，那好，以后我们干脆跟邮局合作，每天我们邮递员除了送信，还给你各家我们记好门牌号啊，这家是贫困户啊，他家比如说鸡蛋过敏，今天他家的就是只有蔬菜和肉类，不能含有蛋的这个任何的制品，然后他家的习惯是早上9点半开始吃饭，9点25准时把这个东西送到他家门口，趁热乎吃，必须要做到这一步才叫无微不至吗？那得花多少钱？不是，那如果他真的做成这样，那我绝对当贫困户了。我也决定福利去了。我干嘛？我也要工作，我累的，是不是？我无所谓，来者不拒，你9点20送，9点25送，我照收服务。我是那种特别好说话，反正我也不过敏，对吧？但是你真正这样的话，能不能做到？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啊，就说到他的这个，当然我们半开玩笑的说这件事儿，但另外一方说到这个 feedback， 我也觉得他有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在哪儿？200到300块钱会不会贵？就是我是什么感觉啊？就说如果给大家生活费，你拿200和300，会买出多少东西？是它的这个东西里边 box 值的那个会不会真的值200到300？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实际产品的这个市值会不会虚报，或者是说因为是政府嘛，那你很多的东西就会贵嘛，这个大家也能理解。你政府买任何东西都会比我去买可能要贵，他不会去华人超市买白菜。对不对？那个白菜同样的质量，或者是比如说怎么样的，那便宜多少？你有算过吗？你不会算。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起到它的那个作用，或者给政府的压力会不会特别大？这倒是值得去考虑的。心是好的，但真的太难了，真的是非常难。不用说这件事情，这是其一。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前段时间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公屋。这不冬天都过去了嘛？但公屋那个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在 complain 什么呢？公屋是有取暖设施的，但有的人说不够热，然后说不会用，就新闻各种各样的找媒体去报道，然后政府也是觉得，就是你知道吗？我也替政府难呐，你说这可怎么办？但是他说的就是我就不热呀，那你不信你来试试。然后政府就真的派人，就公屋的负责人嘛，就去说你看你是不会调，你这样不就热了吗？他说完了，这个公屋的人就会说，那没人教我调啊，我不会调啊，说明书看不懂啊，怎么办？全都送到北海道去泡温泉吧。对，然后还有的就是说，我们说前2年吧，不也看到那个，现在政府不敢了。前2年不就说有那个声音说把公屋迁到稍微偏远的地方，那不就开始不叫罢工啊，没有工作就是游行，上街去游行，就说你凭什么让我搬出去？你凭什么让我家门口是没有公车的地方？我跟你有什么不同？所以你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政府在做这种福利的发放，在做这种关爱民众生活，希望提高大家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的工作的同时，其实他们也真的挺难的。是，你说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处理？我是觉得啊，就是说，首先呢，发放福利这个事情是对的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一部分人提出一些比较苛刻一些的要求，在能力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你去尽量满足，对，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甚至说咱们觉得有点过分或者说无理的要求，那你说暖气不会使，你打个电话有专人指导，这个也可以了啊。然后现在暖气、热水给你供着，吃的半成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还说你离公交车站太远了，不够出门，那你天天在屋里窝吃窝拉都够了，你还出啥门？但是我们就说，当然跟大家说的这也是特例，大部分的我们说真的有困难的领取福利的人还是比较 appreciate 的，他们还是比较感谢政府的这一些的帮助的，而且他们对这个 feedback 也表示说挺欢迎的，只是就是这也是刚刚开始嘛，政府也说是试验，那么接着会不会做得更好？比如说就注意到了有些人是不能吃什么，能吃什么，那稍微把它调控一下，对，如果也能做到，起码不会有那种，就比如说这个钱给过去不知道花到什么上，相对来说是不是这种方法可以让很多的孩子有饭吃，而且吃得更健康？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会不会是一种好方法？除此之外，因为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也多说一句，就是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有人在怕，就算你给的是物资是食物，你怎么确保它不卖？对呀。这是个问题呀。昨天我跟你聊过嘛，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说国内某一些地方，然后因为比较贫穷，然后给他钱让他去买种子、买化肥、种地，然后他就买酒去了，就喝酒了。然后后来说，那我发食物给你吧。就是以前是让你自己买种子去致富嘛，就说就给不受人你鱼了，受之以渔，对吧？我让你去种地去干嘛去致富，然后他把
不买种子，直接钱花了。后来政府就说那不行了，那我就发种子，发种子，你种，发化肥，你去干就行了，买都不用买了，这不省了。结果他拿着这些东西去换钱，照样卖酒喝。那你说那还有啥招？真的。所以现在就有人说真的，如果你要碰到那种家庭，你给啥都没用，除非你把这个饭真的送到孩子嘴里，否则这个饭可能就进不了孩子嘴里。那不行啊，有的人不会使刀叉呀。开玩笑了啊，就是说，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做法呢，可能会让绝大多数人感觉真正的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他们也得到了帮助，但是肯定不能够尽善尽美，不能所有的人都照顾的那么面面俱到。而且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怎么可能卖瓶牛奶，那你说新西兰这边有多少人是看到你车里面有个 coin 都把你车窗砸了的，看到有个香蕉啊，把你车窗砸了，是。你很难想象到他们那个思维模式的。哎，反正是什么活都不好干呀。这个发放福利这个事儿，看来总理不是说有钱或者政府有钱发就能够买到人心的，没错，没有的。你看这发完了有啥用呢？是，这热脸贴到了部分的冷屁股。但是这个事儿该干还是得干吧。咱们你看大家的一致评价就是说，可能这里面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总体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最起码还是好的。只要说有几个基本的点呢做到了，第一，切实的帮助到这些人；第二呢，这些钱也没有乱花，花到正地方了。那我相信纳税人不会觉得说我反正是我税交了以后该怎么花，那国家来控制，政府来控制。但是我觉得要不然给我们也发点吧，我都挺想要的呢，是不是？哎呀，那。我丢不起这个人关键。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8点57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那么一段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5G。我知道5G 这个网络的系统大家都挺关注的，那么现在在新西兰，我们的这个大村儿总算也要开始铺设了，而且现在就是正式 Vodafone 也开始使用了。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说的不仅仅是 Vodafone 5G 的铺设，而要说一说现在有人在强烈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剧烈，到底怎么回事？回来说，一会儿来看。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
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整，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农历11月16。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所有政府大楼、公共建筑降半旗，沉痛哀悼火山喷发遇难者。为表示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遇难者的尊重和哀悼，昨日起，所有政府和公共建筑降半旗。降半旗的举动将一直持续，直到另行通知。12月10日下午，新西兰地质学与核科学研究所称，未来24小时内，该岛有50%的可能性会再次喷发。据该研究所报告，自毁灭性的火山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火山喷发，火山警戒级别目前仍然保持在3级。但该研究所同时表示，仍有蒸汽和泥浆从活动区域喷射出来。专家表示，北岛火山喷发的有毒气体，只要吸入一口，心脏就会停止。新西兰毒害气体专家对 White Island 的火山喷发喷出的化学物质潜在致命影响的描述为：吸入一口高浓度的硫化氢，就会让你的心脏立刻停止跳动。奥塔哥大学毒害气体专家表示，此次火山喷发的受害者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不幸遇难，但很难说当时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水平有多高。一般来说，400 ppm 的浓度就足以使人昏迷并呼吸骤停而死亡。大量接触这种气体会对大脑造成严重损害。吸入硫化氢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有时由于刺激作用和呼吸的麻痹而导致最终死亡，这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截至目前，火山喷发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8人下落不明。沃达丰在新西兰正式推出5G。沃达丰 NZ 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部分地区的100个地点开通了 5G 服务，使其成为3大手机公司中首家向移动用户提供 5G 新技术的公司。该公司还有20个移动 5G 站点，将会用在今夏热门度假区域或重大的活动现场。目前，沃达丰的所有 5G 套餐都是免费的，不过从2020年6月份开始 ，5G 服务将会收取10纽币每月的额外费用。在未来2到3年内，新西兰沃达丰计划将1500个移动基站升级为 5G， 让大约94%的用户能够使用更快更强的移动技术。Spark 计划从明年6月开始提供首个移动 5G 服务。2 Degrees 目前还没有为其 5G 升级设定具体的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冰桶挑战发起人去世。当地时间12月9日，为渐冻症募款的冰桶挑战发起人皮特·弗雷茨在美国波士顿去世，享年34岁。他的家人表示，皮特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及渐冻症去世。皮特发起的冰桶活动用桶装冰水倒在头上，然后将过程上传至社交媒体，并指明其他人接受挑战，响应捐款。美国肌萎缩性脊髓侧硬化协会报告称，这项活动募得的资金已超过2.2亿美元。智利军方确认失联军用飞机已坠毁，机上载有38人。智利海军表示，此前失联的载有38人的智利军机已经确认坠毁。
10日，智利军方表示，该国一架军用飞机在当地时间9日失联，机上载有38人。该国军方随即展开了搜救的活动。当地时间9日晚，这架智利军用飞机在飞往南极基地的途中与军方失去了联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今天新西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晴好的天气情况，但最近这2天啊，早晚稍微有点凉，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气温方面，奥克兰今天最高是22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呢，跟北岛北部差不多，可是部分的地方会稍微冷一点。Masterton 虽然最高有24度，但早晚最低是只有8度。惠灵顿则是12到20度。那么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也全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可能连云呢都很少看到。气温也是有稳步的回升，但是在西海岸最高温度仍然是没有到20度的，早晚最低温度也是徘徊在10度左右，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南岛南部地区今天则是在最南端会有一些阵雨出现，其余的部分还是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皇后镇最高21度，最低温度仍然是只有10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周四呢，我们看到新西兰全境基本上还是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只有在北岛的东海岸可能会有一点阵雨出现，气温也是继续的在回升。那么奥克兰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4度，最低16度。惠灵顿明天是13到19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9点11分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那么在上一节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火山的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么现在呢，进行所谓的刑事调查，我们看看到底会不会真的有一种说法。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也再次希望那些在受伤的、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们能够早日康复。但是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福利方面的这个 My Food Bag 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测试计划，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现在呢，有人是觉得可以，有人觉得仍然不开心，到底会怎么样？反正是个实验计划嘛，得到了一些反馈，再看看政府是不是能够继续做好。那么接着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还有呢，我们是提到了说最繁忙的机场的那个时间，对，大家不要忘了啊，是在20号、21号是最繁忙的，所以说大家提前呢也要做好准备，预留出来更多的时间去到机场，以及呢，如果你要是走，比如说自己开车的，可能也会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延误，都提前呢做好安排就好了。好了，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聊 5G 呢，昨天我看到我们刚下节目 Vodafone 就宣布了，说正式的开始在新西兰的几个城市，包括了像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皇后镇来进行铺设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几个如果要是铺设了信号的，然后你又有了 5G 手机的，你又买了 5G 流量的，就可以开始享受 5G 的服务了。是的，5G 呢确实是比传统的这个目前我们现行的4G 可能从传输速率上要快很多，这是它的优势。对，但是反过来说，这个5G 本身有没有害呢？对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呢？有人还真是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纠结。而且这件事情还不是就是说而已哦，因为在这一次所谓的 Vodafone 的铺设的范围之内，就包括了皇后镇。所以最近这2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就是皇后镇开始闹了，而且不是小范围的闹，是挺成规模的，而且在 Facebook 上还成立了一个小组，还组织了2次的这种专家召开的见面会，专门这个见面会和大家探讨的内容就是在宣讲 5G 对人体是多么的有害。所以这个组织现在呢正在想办法，希望能够把皇后镇还有 Arrowtown 就是建镇大家熟悉的 5G 规模可以缩减一半。你看他们也是做好了目标的设定啊，就是说我也没说让你全部撤回，但起码你得撤去一半。是，那这个怎么说呢？科技的进步本来就是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比如现在气候问题，那可能几百年前，甚至说再远一点，那个时候技术落后，那当然生产力也低，那可能对环境的影响就小。对，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啊。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在我看来啊，因为你像很多东西，你比如说转基因的这个食品，或者说你像最近我们聊的比较多的大麻啊、电子烟。
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危害到底到什么程度，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定论，对吧？包括5G 的信号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有一些比较懂行的朋友就说，包括它的这个频率可能比之前用的这个，因为频率会更高嘛。那如果说你从一个标准剂量的这个影响来说的话，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像它的这种信号的强度，那你得大概趴在5G 上吧？不是，让它有危害。我真的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啊，就是香蕉啊。然后有人说这个香蕉呢，它其实一种比较强的能够吸附这个，我指的是核辐射的这么一种食品嘛，或者水果。但是说如果说这个香蕉它吸收到饱和的一个状态，然后人再去吃。我那天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这个人呢，你得就是连续的吃，在没有被撑死的前提下，连续吃几吨的香蕉，它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核辐射的这种影响，还不是说马上就因为你吃了这几吨的香蕉，前提还是在没有被撑死的情况下，那你才会受到影响。那至于说你吃香蕉什么时候会吃到因为核辐射而死，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个我真的是以我自己的这种知识跟理解，我比较客观的说，你说它真的对人体完全没有害处、没有影响吗？那也不可能。这个咱们那你看手机都有害呢，对不对？对，你4G、5G 甚至3G，它既然会发射出辐射，那肯定会有影响的吧？但至于说这个量对人体的这个影响究竟是有多高，咱们不好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非常好。我觉得我都不用废话了是干货都说完了，是吧？对，当然真的是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现在呢，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也总结了一句话，跟你有就是算是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互相的呼应。他就说，他说全知和无知其实都不可怕，半懂不懂的才最可怕。我觉得这个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半懂不懂的这么一个状态。不是，我开玩笑了。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啊，你说那些现在线上有朋友，我们先接一下吧。好，我们接听一下。哎，又挂掉了。欢迎你再继续打。欢迎再重新拨打一下。可能我们刚才说的就有点激动了。激动了，就是真的就是，来先接吧。早上好。早上好。早。哎，早。这个5G 有没有辐射呀？答案是肯定的啦。是。必须有辐射呀。不辐射，我们怎么能够覆盖全国呢？对。是。对不对？但是这种事情有必要讨论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已经加码不加价了嘛。这点影响算个啥呢？是吧？对，你这个辐射对身体的影响跟那个，太远了吧？太远了吧？我觉得这位听众都已经只能用唉声叹气来说了，就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什么都不讲了。那行，懂了。来，互相理解啊！好，拜拜。好的。其实这个跟疫苗，你说像不像？疫苗也是同样的。你说有没有害？那注入进去的的确是所谓的低毒的那个毒株，对吧？那你说有没有？它的确进入你体内的是毒株，但是那作用是什么？这个毒株又对你身体有多大的所谓的损害？还是要权衡利弊嘛。有个词儿不是叫因噎废食？你害怕吃饭被噎着，然后你就不吃了，那你是先被噎死还是先被饿死？对。同样的，5G 有辐射，好，4G 有没有辐射？那你如果这儿放一个基站，一点辐射都没有，它就是块砖头，你要它有什么用？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可能还不如我们新西兰紫外线强。真的，虽然说它辐射的种类不是一种，其实我们自然界里面各种各样的辐射也好啊，微波也好啊，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我们。我们就是连电都不用了，那你太阳不是照样还照着我们吗？以后大家都举着个仙人掌，你知道，每个人举盆仙人掌，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对，仙人掌扎人，这东西也有人抗议。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他新闻当中就说，他说不仅仅是人类健康，现在呢这个反对的团队，另外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担忧的，就像志鹏说的，可能OK， 人得恨不得你得把5G 吞下去，背不住能有点影响。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说那鸟类和昆虫呢？它们体积小呀，对不对？那它们能够受到多少的影响呢？那在这种比如说保护区当中，比如说像什么 reserve 当中，是不是应该禁5G 呢？你怎么知道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是这个东西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真的反过来你看看的话，那我觉得咱们新西兰如果说真的是受到辐射影响致死或者受影响那个鸟类，肯定是没有整天路上被车撞死的多。那你说咱天天都腿儿的吧，完了还得拿个锣敲着把这鸟的你走到哪儿把它给赶到哪儿，就很多东西不能这么去想。来说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正好我们得稍作休息了，快到9点20分。回来之后我也给大家讲个故事。最近呢，很多媒体都在转发，就是一个素食主义的小姑娘。
娘，在她吃了一口肉之后，真香是吗？她就说真香了。这个也是哇，好多人在转载，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西方社会当中，大家也有很大一个族群的这种人，但是他不敢说，但是碰到这种新闻，他们就会拼命转发。所以一会儿回来讲讲那个小女孩的故事啊，还蛮有趣的。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真香的故事，好不好？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一会儿在9点半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绿野仙踪到自然说的环节了。所以在这9点半之前，最后一段，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小姑娘真香的故事，好吗？这是个小故事，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首先呢，这个小姑娘啊，她本来呢就是一个网红，但是她网红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她在分享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她是素食主义者，而且她很美，身材很好，是到处拍照。
之类的，所以他就成为网红了。没错。那么他就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呢，他说我在小时候呀，就是那个各种零食、薯条什么脆片儿，就反正就是化食品。他就说我简直是就是一个忠实的拥护者。但是后来呢，吃着吃着身体就开始亮红灯了，他就给自己去催吐。就感觉身体已经，而且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了，就是整个人都是浑浑沌沌的，就觉得特别没有活力和能量的感觉。然后呢，他就开始有一天他就惊醒，说自己快到20岁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很扎心的。对，这句话就有点拉仇恨。但点不在这儿。然后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进入到了素食主义的生活，然后他就一直在强调，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在分享，就说素食给他带来了多少的能量，让他变得多么的像迎来了新生，然后他的生活也变得更健康，各种去健身，然后身材也特别好。但是而且他是那种特别就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连蛋和奶都不吃，就是纯素的这样的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他呢就积攒的啊，现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有几百万的粉丝，大家每天都去看他分享这种菜谱、食谱，都是跟素食有关的、健康生活有关的。但忽然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上的文章，就说老娘不干了，我要转投食肉类动物，没有了，就是这个肉食主义者的行列了，开始吃肉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的身体又不行了就是健康跟不上了。但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总会发现自己需要做一个改变。对，然后呢，他就说自从他吃了第一口肉开始，他就彻底抛弃了自己素食主义者的身份。这个也是有点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吃了肉之后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然后他就在这个文章当中，他就说我知道我一定会被骂惨了，因为关注我的人或者是我的粉丝全都是素食主义者，我忽然间真香了，那我不还被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他就开始解释，或者说呢，他就有一种老娘就这样了的那个意思，就在那个文章当中就写意思就是说，他说不仅仅是我身边很多的素食主义者都是渐渐的开始肉食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了，都跳槽了，因为他们觉得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真的是素和肉相结合会让健康变得更好。而且他在这个里边也说，他说我知道我一定会被骂，说那个关注我的都是素食主义者，但是我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来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说呢，无论你们怎么样说，我也是就改变自我了，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了。而这个小姑娘，首先说我对她，包括了解了她的这个故事之后我对她其实还平添了几分这种喜爱。为什么呢？首先她是一个很率真的人，而且呢知道自己在一个阶段想要做什么，目标她并没有为了什么东西而去吸粉或者她可以隐藏她不吃肉的事实嘛，对不对？就是我默默吃呗。是，但是这个做法呢也确实是非常让人震撼。你想几百万粉丝都是跟她一块天天分享什么素食食谱大家一块想着怎么追求更加健康、更加自然、更加纯粹的生活，然后突然宣布吃肉，就有点像咱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能是一个同性恋反对组织的领袖突然宣布我出柜了，就有点这种感觉，反差太大了。是，所以无论如何吧，这个是他的选择，而且我觉得挺率真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选择出来之后，虽然被骂，但是呢，他又吸了另一笔粉。就是那种我们说其实是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很多话你不敢说，但是一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会拼命的去跟随的这一批人，所以呢他又赢得了新的粉丝。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他吃了肉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变得更好了，更有活力了。反正对于他来讲，只要是好的事情，那怎么做都是值得的，对吧？至于说其他人的看法，其实有时候也不太重要了。那你吃素还是吃肉，全是自己的个人选择，没有必要把它上升到一个什么道德的层面呀，或者说一个行为规范的层面。就大家呢不要去总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吃素的就是高级的，就是先进的，我们吃肉的就是土老帽，就是落后的，不要总给他加这种，他无论是他因为宗教信仰还是因为 whatever， 只要他自己选择他开心就好了，不要总给用就是奇样的眼光去定义说吃什么就怎么样，做什么就是前卫，吸大麻的就是前卫，吃素的就是前卫，骑自行车的就是前卫，我们吃肉的吃那个是吧保守的这一批人就是土老帽，不要。我觉得这就不用去加这个帽子，不要加这个帽子就好。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合理合法的不影响别人，对吧？你就不要收我那么多。但是我估计从此之后，这个小姑娘应该比原来更厉害。你知道为什么？肯定
老娘也不是吃素的。这回是真的了，老娘是吃肉的，是吧？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正好也到了9点30分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绿野仙踪 Doc 自然说的这个环节了。是。那么正好呢，这也是快到假期了，现在外边呢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大家应该也是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孩子们都放假了，那去哪儿玩比较好呢？这个你别看是环保部啊，但是环保部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推广，让大家走出去，让大家玩好，是吧？对，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推荐很多好去处，怎么玩好。哎，看看接下来的节目，相信一定会对您的假期有很多的帮助。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见。回来。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 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Y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Y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Y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Y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潘达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潘达 TV37 FM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Rainman。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又到了大家每一周都非常期待的绿野仙踪 Doc 自然说的环节。那么我们也是再一次欢迎 Louis 来到节目当中。嗨，大家好，我是 Louis。看到 Louis 就要出去玩了。对，这周我们要玩点什么？
上一次说了观鸟嘛，然后这次我们就说一点这个水上活动，水下，对，水边就是水表面，对，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浮潜的项目，就是 snorkeling，然后这个呢也是新西兰这边算是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然后难度系数也非常就是低的一个入门项目。先问一下，不会游泳可不可以？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完全不会游泳，但是呢，就是很多浮潜的地方，你分2种吧，一种就是潜水的话，你肯定就是那个技术含量要高，你要背氧气瓶啊等等的。但是浮潜就是说，就像这个图片里面说的，你就是带一个这个对，能呼吸到。然后我一般呢是不会走到太深的地方，然后就是在我能站起来的触地的一个范围水平内，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的安全，然后也特别有安心感的一个活动，然后也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个视频，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好的，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啊。仔细看那个鱼长得也挺可爱的。对呀，snapper 是不是在水下比捞起来好看多了？还是发光的感觉？是，跟吃的时候。是啊，还是留它在海里好看。所以他们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 Gold Coast， 对，在 Gold Island。Gold Island， 对，山羊岛。然后呢，我给大家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叫做 Experiencing Marine Reserve。然后呢，他们的官网就是对，导播给切的这个，好，大家搜一下就能搜到。然后这个呢是可以大家自己去报名的，比如说这个夏天要到了，然后你就可以上他们官网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行程是在哪里。比如说就是你第一次去，你就不确定自己要穿什么做什么，然后怎么去各种安全，就算我们这样跟大家说，但是还是可能不太安心。如果第一次去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去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我记得好像是16到20刀这么便宜一个人，对，小朋友可能还更便宜。对，然后你就直接跟他们报名就可以，就是会像刚刚那样子在那里集合，然后你看衣服啊，还有各种设备都是他们准备好给大家的。对，然后非常推荐，我也参加过一次。那他去，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会想知道说，能不能真的看到很多鱼呢？很多，刚刚那个就是日常，你只要找一个就是适合浮潜的日子，就是风晴日丽的。然后因为什么能看到就是完全能看到不会鱼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保护起来的，所以那里的鱼只会多不会少，没有人在那里可以拿走任何的东西。那里的海草也只会多不会少，然后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这就是 Marine Reserve 的一个好处，你只会去看，对，但你拿不走。你说这个谁能想象到，就身边这么多鱼而且你就是像我就是把头放进，就是放到那个水面下面就能看到，就站在那里往下看，那个鱼就在，就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并不是你想象中。刚刚那个老师他们是。
比较专业了，所以他们开始游了，就是游到一些有深度的地方了。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比较浅的地方都是能看到的，好神奇。我自己也拿 GoPro 就试过拍，就在你旁边游，你就会觉得天哪，天哪，就在我的膝盖旁边耶。因为我以前有潜水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只有潜水潜到很深才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对不对？其实那个就是很浅的岸边，就到膝盖左右。哇塞！所以这就是我们就说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对，因为你想，如果大家都在那里钓鱼的话，它就没有那么丰富的种类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态环境，所以那是一个保护起来的地方。是，所以这个浮潜呢，我们相信啊，就是跟大家说，虽然说它的难度系数非常低，然后呢，安全性相对来说也是很高的，可是如果要是第一次或者没有经验的，最好还是跟集体去，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对，特别是你带小朋友，然后小朋友也是第一次去的话，还是跟着这些专业的人，他们会在旁边指导你，然后这样你也熟悉了之后，你在后面才又可以自己买装备，然后再自己去，这样子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所以最推荐的就大家先去那个山羊岛看一看。对，山羊岛，然后其实也不一定去山羊岛，就是这个Experiencing Marine Reserve 这个组织的话呢，它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记得好像都是在 Marine Reserve， 就是选不同的，比如说东区的，然后那个西区的，所以住在不同地方的朋友也不一定说都要到那个北边的这个 Goat Island， 但是我本人是觉得 Goat Island 最漂亮。对，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而且 Goat Island 那边其实还有很多的像什么鸟啊之类的，它就栖息着很多生物。是，那里还有一条步道，就是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在这个刚刚也说，有一个奥克兰大学的一个 visitor center，就是你可以进去学习一些知识，然后看展的地方门票也很便宜，好像4块还是4刀还是2刀的一个门票费，都很亲民。对，可以进去看一下。然后因为那里呢，你就可以摸到，就是它有一个展示池，然后你可以看到各种，比如说海胆啊，然后海星啊，然后海星其实很可爱，这种东西是它在水里和它在外面那个笨样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它里面如果你去的时间就是刚好是他讲这个 talk 的时间，你还可以学到就是这个海胆，它会在显微镜下面给你看它的怎么吃东西。哇，好可爱！对，很多很好玩的知识。这个海胆你会，如果你要是不是在因为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嘛，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那种学习的机会，我们去参观。就是你如果要是不是在显微镜下，你都找不到它的嘴。对，而且我听说就是还有一个生物我忘了是什么，说它每一个触角上面都有一个眼睛。是的，是什么来着？不是，我忘了。海葵或者八爪鱼好像。不是好像是海葵。在这里不误导大家，大家可以去这个Goat Island 上面的这个 Discover Center，然后去学习这个知识。是，对。当然我们要去就比如说如果您是有经验的了，去到了这样的保护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难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可以生存，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也是要保护。对，不要打扰他们，就是一些比如说很简单，就是你搬一个石头，你想看看下面的寄居蟹或者什么下面的生物，你搬完之后可能你就打扰到它的居住环境，因为它可能一直没有被移动过，它形成了一个它小小的一个家生态。对，它就在那里。然后如果你去翻动它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你不小心翻动，或者就是你就是想看一下，你就把它恢复成原状，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善举。对，就是你就当做是那个海洋区域都是这个生物它们的家，然后我们只是去看一看，别碰人家东西，不碰它，然后去这些鱼的家里面观赏一下，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然后很轻易你就能看到海胆，而且那里的海胆都特别的肥，不会扎到你自己，不会，他们都喜欢，它不会暴露自己，它都塞在那些缝里，你还要去找它们，在海草丛中才能看到它们。对，这么听起来真的是，你看夏天一来了之后，各种各样的活动就非常多，尤其是这种适合小朋友可以去玩的，全家都可以去，甚至老人也可以去浮潜。我们之前也有组织过活动，就是60-70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安全系数真的非常高，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跟专业的人一起去体验一下。第一次其实你就可以就说，甚至说你不要游，你就站着，你把头放进去看一看，然后反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吧，就是比如说如果到膝盖太浅了，没有有一点就到这个胸口，反正大家就是注意安全为主，因为那边很多岩石，然后如果你一下不小心，可能也很容易磕碰这样子，所以还是你说你穿着短裤短袖就下去，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员
的这种防护服，而且真的在水里，像我是没有浮潜过，但我有真的去潜水过。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珊瑚，就是当时带我们下去潜水的人就说，那个距离不太一样，距离不一样，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说不要碰，我们也知道不要碰，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离有一段距离，但其实并没有，然后就会划伤。对，然后大家就眼看手勿动，手勿动，可以带一个可以就是防水的 GoPro 啊之类的去录下来，这样子回去看也可以。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得可能差不多呢，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我就在想说，一会儿我们回来也想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说这种海洋保护区。然后除了这个香洋岛之外呢，我们奥克兰还有6个海洋保护区，一共6个，一共6个，包括它，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都在哪里啊，还有就是一些规章制度这样子。对，毕竟呢，我们就说嘛，这个他们的无论是鸟还是鱼还是任何动物，他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反正我们是去观赏的，去人家做客的，那就尽量的保护好人家的一草一木，人家的每一个这个家具啊。是的。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稍微呢在下一节当中再具体跟大家说。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说去了山羊岛觉得去腻了，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的那个保护区到底哪里呢还是适合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有路易斯在呢，就是这点好，信息比较充足，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询问。对。好，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和路易斯接着聊。刚刚呢，既然是了解了浮潜这样一项非常令人向往的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不是去到这些海洋保护区还是要遵守人家的规则的。其实浮潜不一定都是在海洋保护区，但是呢，也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因为被保护起来，所以真的是一个最佳的地方，然后也是我们奥克兰比较方便去到的一些地方。对，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新西兰有44个海洋保护区，然后奥克兰有6个，然后呢都是发展的比较成熟的。然后像是最熟悉的就是 Gold Island 和 Long Bay， 这2个是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大家说知道。其他的还有4个呢，他们分别是在这个奥克兰以北，叫做塔法拉努伊的地方，对，然后我这样跟大家讲，大家可能都记不住，我们有个小视频里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那我们通过这段视频也来了解一下这些分布在奥克兰各地的海洋保护区。对。Kia ora, my name's Dr. Krista Hutman, and I am a Marine Ranger for the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The beautiful Hauraki Gulf, Tipaka Moana, is a gift for all of us. So marine reserves, what do they mean? It means no take, no collecting, and no fishing. And what a gift it is to have 6 marine reserves, yes 6, within the Hauraki Gulf Marine Park. Marine reserves provide a safe haven for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marine animals, and they need somewhere to be safe. Unfortunately, not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at it's against the law to fish, collect, or disturb any type of marine life in a marine reserve. Therefore, I'm asking for your help. If you see any of these activities being conducted in a marine reserve, please call 0800 DOCOD. 不许钓鱼，对，不许碰，不许打扰他们的生活。对 ，no collecting， 然后还不能拿走。是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去他们家参观，大家就想着这个概念就好了。我就来看看，而且就是不能拿走人家的东西也不能留下垃圾。对，就想象你去人家家做客，也不拿人家家具嘛，也不会留下自己的东西。对。但其实要说到这个海洋生物，是新西兰的这些海洋保护区，它的生物的品种非常的多，所以已知的呢是超过了15000种，然后呢海洋物种呢有65000多，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仅仅对不到1%的物种有研究，然后呢，科学家说，平均每2周就会发现7个新的海洋物种。哇塞！所以真的是大海真的是非常神奇，就是孕育了很多生物。而且我们又是岛国，真的离海又如此近。对，所以我们海洋研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所以这些Hauraki Gulf 上面的这些 Marine Reserve 呢，也是给科学家提供了很好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场所。是。那刚才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嘛，在视频当中大家也看了那几个在奥克兰周边的6个海洋保护区，对，它其实分布的还挺均匀的，对，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感兴趣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是肯定大家都没记住嘛，你可以就是搜一下，对 Marine Reserve 一定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想给大家就是再说一个，刚刚说了很多 Goat Island 嘛，然后 Long Bay 也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是偶尔会看到，就是说，有人不知道这个是海洋保护区，所以在上面就钓鱼啊，或者是捡贝壳这些行为，其实呢，大家就是如果发现的话呢，先是去友善的制止他，告诉他，如果他还是就是执迷不悟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就是屏幕的那个热线然后就跟我们举报，我们就会有专人去管理这样子。是0800 DOC HOT， 很厉害，你都记住了，这个还蛮好记的。对。好，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去举报一下。是的。然后就是一定要植入自己的脑海当中。虽然说呢，在新西兰这边，绿树成荫，然后呢，到处都是鸟语花香，但是还是有一些被划入保护区的。如果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任何地方都不要碰就好了。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之前也是有观众留言说我
太多这些规矩我也记不住，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如果实在是不知道的话，他说我就不拿，反正我就当是去别人家。对，我觉得所以我就采纳这个观点，也是跟大家宣讲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是真不知道，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客人，对就可以了。哎，那个 Long Bay 刚才我们说，除了它是海洋保护区，当然看鱼啊等等是非常好的。Long Bay 的话呢，浮潜的也是有这个项目，然后呢旁边是经常去的朋友可能注意到入口处右手边其实有个教育的小基地，对对对，叫做 MERC Education Center， 应该是这么拼。然后呢 MERC， 然后很多 Kiwi 小时候都参加过他们的课程，对对对，夏天到了。你知道各种这种教育机构都会推出一些暑期课程啊，这样子短期的2-3天这样子，像是家长就可以当它是一个带小朋友的机构，带你小朋友去玩，价格都非常的低，都是政府帮助的这种项目，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然后看看他们会教小朋友去浮潜啦，然后还有一些海上急救的一些事情，对，是野外生存之类的。那个暑假太长了。然后呢，要是不知道送哪儿去，对，就送去这些地方去学习，然后又可以学习，又可以放手2-3天，特别的好，特别的好，介绍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浮潜这方面的一个活动。那么，如果要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朋友呢，可以现在就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地点，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参与，也有这样的组织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但是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去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是最好呢找人就参加这些机构，加入一些集体的活动，然后1来生2来熟，然后后面你有自信了，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购买相应的装备去。是。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再次强调，无论是去到了这种 Marine Reserve 啊，还是说其他的reserve，我们都是要遵守的这样的一些规定，不仅仅是说罚款是不值当，再一个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环境嘛，那么都是小鱼小鸟鸟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家，让他们好好的在那边来生活。那么夏天到了，在以后的绿野仙踪到自然说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大家去尝试不同的活动的项目。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想玩什么，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建议，想要干嘛的，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不过时间的关系，今天再次感谢路易斯来到节目当中，谢谢。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 have a way we like to do things. Whether you're local or you're here on holiday. Hi! We all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look after this awesome place.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nd all places in between. We would care for our taonga, no matter its size. We call it the Kiwi Way. It means being responsible for all our rubbish and not leaving it on the land. It means using a toilet, not the bushes. Or holding on until your next available dunny.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o feed,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where you're going. It's knowing which track suits best. And when it's good to turn back. It means keeping our distance when we take photos. Yeah, so that's it. It's a way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is beautiful land and make sure our kids can too.